您一定想不到，曾经有一张大饼，竟火遍了大江南北，大街小巷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它——土家酱香饼。那么它到底有何魅力，让吃货们如此着迷？接下来用详细教程为您揭开它不为人知的一面。那么首先第一步是制作核心的灵魂的香辣酱，在料理鸡汤中加入大蒜100克、老姜100克、洋葱200克，再将其打碎打细，装碗备用。记得准备红油豆瓣酱100克，如果采用陈年豆瓣酱，那么酱香跟酱色会更棒。再将其剁碎剁细，以免出颗粒的豆瓣跟辣椒影响口感。接着准备6必居的干黄酱50克、蚝油90克、海鲜酱30克、五香粉5克、黄酒100克，将酱料化开。复合酱料当中的豆瓣酱跟黄豆酱的品质一定要过关，因为它俩是酱香的主要来源。接着在锅里面加入纯正的菜籽油300克，菜籽油有助于提升色泽跟香味。油温5成，下入打细的葱姜蒜，开小火慢炸，炸出葱姜蒜的多余水分，并且激发出葱姜蒜的香味。同时利用长时间的慢炒，将葱姜蒜的香味彻底的融入到油料当中，将葱姜蒜炸至金黄酥香。再下入准备好的复合酱料，同样开小火慢炒，激发出酱料的酱香、酱色，并且将不同的香味、色泽融合为一体。再加入清水200克用于稀释，持续的翻炒至酱水融合，让酱料化开，浓稠度适中，这样能够让饼更好的吸附吸收。最后再加入调味品跟辅料，这样能够防止长时间的高温熬制，而降低调味品的鲜味。熬制1分钟，调味品完全融化过后，出锅装碗备用。再加入前期就曾有教过的香辣红油100克用于辅助。那么一盆酱香、酱色浓郁的土家酱香饼核心酱料调配完成。下一步制作飘香料油，在锅里面加入少许菜籽油，重点来了，再加入同等重量的猪油。那么2种油混合，那么炸出来的饼不仅香，而且脆中带柔。接着加入少许葱、姜、香菜段、洋葱丝，以及用开水泡发过的几种香料。开小火慢炸，炸出料头的香味，这样不仅能够给油起到一个去除油腥味，还能够增加一股淡淡的清香以及解腻的作用，由此让饼炸出来油但却不腻。将料渣炸至金黄焦香过后，过滤捞出，再将料油出锅装碗备用。下一步开始和面，首先准备中筋面粉1斤，再加入白砂糖10克、食用盐5克、猪油20克，这样能够让炸出来的饼更柔和。拌匀过后，将面粉1分为2。首先用170克的开水将一半的面粉和成面絮，再用120克的凉水将另一半面粉和成面絮，这和出来的面团软度适中。那么下一步重点来了，就是和面的手法。记住，我们这里和面团不是用揉出来的面团可能会太死，炸出来的饼皮不酥太硬，所以我们采用的是手捏的方法，这样恰到好处的力度能够让面团保留一定的活性。因为酱香饼采用的是死面，而不是发酵的面团，所以这是保障成品口感的唯一办法。面团抓捏好了过后，涂抹上一层色拉油，让面团与空气隔绝，防止醒发的时候导致面团水分挥发，导致发干发硬。接着盖上盖子，将其醒发1个小时，让水分被面粉充分吸收，由此来发挥面粉的筋性。醒发好了过后，根据锅的大小将面团1分为2，再将面团撑开，上擀酱擀包，将面皮擀薄擀匀过后，撒上少许炼好的香油，抹匀，这是酱香饼起层的关键。再撒上少许的麻辣咸，这样就能够让酱香饼里里外外的入味且鲜香。然后将面皮分成几等份，最后一块留得稍微大一点，这样才能够将整个面团包裹。然后将每一块面皮折叠起来，折叠多少次起层就会起多少层，然后用最后的一块面皮将整个面团包裹起来，团圆。接着封上保鲜膜进行2次醒发，2次醒发的时间为半个小时。下一步能够更好、更轻松的将面团擀开。如果作为3用，可以批量性制作到10步骤，这样能够加快出餐的速度跟效率。醒发好了过后，将面团轻轻的压开，上擀酱将其擀薄、擀匀，饼的大小尽量比锅稍微大一点，这样能够更好的起皱褶。将饼擀薄擀匀过后，在平底锅当中加入少许炼好的料油。3用的话，这一步一般是采用电饼铛。然后将饼均匀的铺放到锅中，饼略大的话，中间会自然起皱褶，
然后在上面喷上一层水，这样防止加热的时候，水分挥发过后导致发干发硬。接着盖上盖子开火进行加热，采用中火加持1分钟即可。使用电饼秤的话，上下火温度为150到170。时间到了过后，将饼翻面，饼皮为金黄焦香即可。然后再一次盖盖，同样加持1分钟。将饼的两面都要煎至金黄焦香为佳。接着再均匀的刷上一层灵魂蘸酱，尽量让每一个角落都能够被均匀覆盖。再一次盖盖加持个6、7、8、9、10秒钟，由此来激发出酱料的酱香。时间到了过后，不仅酱香浓郁，酱香还会渗透到饼的每一个角落。再撒上一把炒熟的白芝麻，撒上一把葱花点缀即可。那么传说当中的土家酱香饼制成，出锅，一刀下去，这脆香声。所以看到此处的还没有学会的朋友们，一定要转发收藏起来。悄悄的试上一把，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最后尝上一口，酥脆当中带有一定的柔细，饼香、酱香铺满整个口腔，那么这味道就一个字形容：绝！